这是我在今年见到过心跳加速最快的车企。本期万字说明书给大家带来的是方程 X。本期内容可能会比较长，但是我们先把目光聚焦到方程 X 这款车上，因为它的惊喜真的太多了，也是彻底激发了我的分享欲啊！我一定要尽可能详细讲给你听，这也应该是你在全网能够看到最全的关于这个车的解读。那你看到这个车，你可能脑子里面会蹦出很多关键词啊，比如说它的长车头啊，很好看的车漆呀，方程豹的新系列呀等等。但是我想跟你说，这些都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它一定会围绕2个因素来讲，那分别是御风之道以及极致的轻量化。咱们逐一来讲啊。首先我们先来看这里。下保位置有一个巨大的进风口，然后它是通过在机舱盖的位置把风导出来的，然后并且在里面是有个风扇。注意啊，这是一个真正的风道啊，不是一个摆设。然后同时我们看到在侧面，这个进风口的话，它是一路去延展到侧面的前轮胎，然后一直走到后面啊，再从后轮胎最后从这里泄出去。那它整个的话就会进行一个泄压，同时也可以把整个车胎里面的温度大面积去降低，再产生一些下压力。如果你认为这就完了，那就有点天真了。我们甚至看到这个灯组上面，它也是一个进风口，这个进风口会从这里把风排出去。那我们也知道啊，那比亚迪其实有自己建设了一个风洞测试的一个测试场，所以对于风的这种把玩或者说控制，已经做到了一种相对比较高的一个水准。当然，这个车它的风阻系数本身它没有那么的重要，因为它是一个性能的一个跑车嘛，所以它的下压力反而是一个更加重要的点。那第二个点呢，就是它的极致轻量化。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车漆啊。那刚刚我们在跟上一家媒体聊天的时候，她是一个女孩子，她说，哎，这个车漆的质感特别像是他们做美甲，而且还是比较贵的那种美甲，就你从不同的角度折射出来的光是完全不一样的，甚至大家从这个视频里面应该也能看出这种效果来啊。那这个是女孩子的视角，但是如果放在男性的视角的话，我们看的是什么呢？来，听一下这个声音，没错，这是一个全碳车身啊，也就是说，除了你看到的这种碳纤维的这种饰板等等以外，它整个车身就是全碳的。它相当于是先有了这个全碳车身之后，才去喷漆，才去做的现在我们看到的这个绿色啊，整个的这个造型啊等等，这个是后面才有的。那它整个的这个轻量化做的是非常极致，甚至我们看到这个地方啊，我们来看一下车轮胎。那它整个车轮胎也是全碳的，并且是在全碳的基础上做了一个锻造的样式，你会一眼看上去会觉得它整个轮胎就会比普通轮胎要轻很多很多了，并且里面搭配上这个碳陶的刹车盘啊，组成了一个完全性能车的一个模样。那它整个的轻量化呢，应该是比亚迪集团里面做的最好的一款车型了啊。那这里顺便给大家做一个科普，因为现在整个集团的话是有3款跑车了啊，仰望 U9啊，腾势 Z 再加上方程 X， 那它们各自的差异化其实是比较明显的。那仰望 U9的话，它是更加极致的一款车型，因为有4个电机，有云辇 X 等等，那它整个带来的就是极致的操控，并且是可接可赛的，就赛道成绩也很好，在马路上玩也很棒。那腾势 Z 它肩负的使命呢，其实是赛道的成绩，它的轻量化也很好，但是它的性能也很猛，它要达到的效果就是刷新纽北的成绩，刷新极速，它整个的成绩一定会比仰望 U9还要更好一点。但是方程 X 它的定义就不太一样了，当然它会有一个很强的性能，很好的这个可玩性啊，但最关键的点就在于它是更加时尚，更加接近于年轻人的一款车型，所以它最终的定价也一定不会有那2位老大哥那么贵。这里呢，给大家埋一个小小的一个彩蛋啊，等到后面再给大家去揭晓。所以说大概率是有一些惊喜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它整个尾部的设计啊，我觉得这个其实是这个车目前来说最惊艳的地方，就它这个双驼峰的设计，尤其是这一块像龙鳞一样的这种装甲感啊，它非常具有力量感，我觉得是特别漂亮。但是呢，这也延展出了2个问题，我需要跟大家好好的探讨一下。因为刚才我们跟工作人员去聊啊，他跟我说这个车因为是个概念车嘛，但它跟最终的量产版本会无比的接近，大概还原率在80%到90%。那最后呢10%到20%的这个可能变的这个空间在哪儿呢？哎，主要是2个地方。第一个就是这个尾部的驼峰啊，因为是这样的，他们要考虑到这个车的除了敞篷版以外，还要出一个硬顶版本。但是呢，硬顶版本是没办法完全匹配这个造型的，所以他们有可能会在这个方面去做一些变化。但是我个人感觉啊，我说兄弟们，你们都已经做超级跑车了，咱真的别省这点成本了，你就把这个双驼峰这个造型给你保留了。如果真的要做硬顶车，再重新设置一个不就好了吗？对吧？这是我的观点，因为我觉得这个双驼峰真的太好看了。如果我来买的话，我一定要买这个敞篷的这个双驼峰的版本啊，不知道大家
观念跟我是否一样？那第二个点的话，就是它这个车呢，他们也在考虑最终量产的话，到底是做成现在这种2座版本还是4座版本？我从他们的言语当中判断，他们可能更加倾向于做一个4座版本。但是做4座的话，就会有个问题，因为现在你这个空间是不太够的，那你就要整体向前移，那你整个车的这个姿态可能也会发生一点点变化，这个车头就没有这么修长了。那我个人的观点是比较偏向于保留2座版本的，因为你4座版本，咱说实话啊，你的后面2个座位其实也不太坐人，并且你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小众的车型，没有人说家庭的第一辆车买这个车吧，对吧？那你一定是家里车库里有很多车型，有 MPV、有 SUV、有轿车，才去选择一个超跑的。所以我觉得，那既然追求刺激呢，咱们就贯彻到底喽。那关于这点啊，它的座椅以及这个驼峰的设计啊，如果大家跟我的想法一致，或者说有些不同的想法，咱们都可以积极的讨论。因为这个车的正式上市时间是在明年了，所以说还有时间去调整啊。希望官方的人看到之后能够做出一个非常正确的选择。那接下来我们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看一下它的内饰到底是怎么设计的。然后我们看到整个内饰跟它的外观设计是非常贴合的，一方面是它的颜色搭配跟外观很贴近，另一方面的话也是采用了大量的这种碳，并且因为它是一个超跑，所以它的环抱性会更强一点。大家看到这个座椅啊，这个座椅呢也是全碳的，而且这个座椅呢虽然它不是这种量产版本，但是它大概率最后就是只是这个安全带上换成了更加符合法规的这种3点式安全带。那这个座椅的坐姿非常的低矮，你可以试想一下，这么低矮的坐姿再抓上一个这样的一个方向盘，那你整个的这种驾驶的操控性就很强，很像是我们在开赛车的模拟器，甚至是在开 F1 的赛车啊，那这种驾驶感我觉得是无与伦比的。那另外这个车就很多的一些元素，还有一些点，其实是跟方程豹的其他的轿车都是有一些延续性的。这里讲几个重点啊，第一个点就是它的氛围灯，它整个的氛围灯的话是一个完全环抱的一个设计，甚至是一直环到了你看这个门上面，因为它是一个剪刀门嘛，它是完全环抱在这个里面的。另外的话，它有大量的这个方程豹的 logo 元素，比如说在这个位置，或者说在这个位置啊，这种大量的这种高亮的这种金属件上面，全部都有这种大量自己的 logo， 这也是彰显了它对于自己这个品牌的这种信心，并且我们看到这个中控的这个屏幕啊，它是也会进行一些专属的 UI 设计。那这个是跑车嘛，所以它会有比如说竞速模式啊等等啊等等。那你如果是其他的一些更加居家的一些轿车的话，也会有专属的一些主题 UI 等等，这也是比亚迪今年在不断的去做的。另外还有一个细节啊，你会发现它整个的这个座椅的颜色是一个对色撞色，对吧？这边是绿色，这边是灰色的主体。那在以后的比亚迪很多车型里面，我们都会看到这种设计，也就是说它会强调驾驶位一个专属的颜色，然后其他的座位的颜色呢会跟你的整个的内饰的颜色做更好的一个搭配，可能是红色，可能是撞色，但是呢它会去强调驾驶位的这个专属感啊。这个也是我在评审其他车的时候发现的一个细节啊，这里先率先分享给大家，但具体什么车型咱们还卖个关子。如果你认为这个内饰呢就到此为止，那你真的是小看方程豹了。接下来给大家变个魔术，我们先来看这个仪表盘，收，没想到吧？这个仪表盘居然可以收起来，它下面是有个灯带的，跟氛围灯是完全融为一体。如果说我不想看时速了，我就给它收起来。那如果我连这个屏幕我也不想看了，我们想要极致的这种驾驶快感，收。我们发现啊，它是有一个下沉空间，然后完全被折上去的，完全你就几乎是看不到它有一个中控屏的存在的。那这样的话，就是一个非常极致的一个纯粹的驾驶感受了。那如果说这个时候我连车都不想开了，我连方向盘都不想要了，怎么办？来，收起来吧。看到这里，我们发现一个细节啊，一个麂皮的带着方程豹 logo 的样式出现了。如果你认为刚才这种折叠只是一些功能性的一些炫技展示啊，那么你的这个想法确实是错误了，因为它更多是服务于未来 L4 级别的一些更加高级的辅助驾驶的。那这里其实延展出2个知识点啊，第一个知识点的话，这个车因为它是明年上市嘛，所以它并不是比亚迪集团第一个用到这种折叠的车型，还有一款车型比它要更早一点啊，大家猜猜是什么车？第二点呢，就关于辅助驾驶方面啊，咱们刚才说的那些画面就全部折叠的一个场景，以及大家想象中那种不用扶方向盘的那种辅助驾驶画面，或许离咱们已经没有那么遥远了呢。关于这点啊，咱们留个关子吧，留给比亚迪自己来讲，不然的话又要被这个封嘴警告了啊。那今天除了这个方程 X 以外，其实还有一辆车子，就是更加接近于量产，大概在第3季度会上市的方程 SL。先来给大家捋一下方程的4个轿车啊，那第一个呢就是方程 S， 第二个是方程 SGT， 第3个是方程的 SL， 也就是我们面前这个车，第4个就刚才我们讲的方程 X。那 X 大家都已经很知道，它一定是一个极致的性能车型。那其他3个车它的相互之间的差异化在哪呢？那方程 S 其实就是更加服务于那些游乐，尺寸比较小，
可能比较接近于像小米速7、特斯拉 Model 3这样的一个车型。那方程 SGT 呢，它是对于空间或者对于出行有一定需求的年轻人，它的空间会更大，它的取物能力会更好，它的野外的这个游玩属性会更强。那我们面前这个 SL 呢，它就尺寸会更大，但是你千万不要觉得它是一个完全行政或者是比较追求于中登这个年龄层的车型。我认为它这个车依然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一个车型。你看到它的整个的造型设计一点都不枯燥，一点都不无聊。看着整个的这个灯组非常的漂亮，并且整个的这个机舱盖也是有大量线条组合而成的啊，这个隆起的角度，包括这个线条的肌肉感营造的还是非常的强的。它根本就不是那种纯粹的那种行政级别的车子，依然是一个年轻人会喜欢的，当然是相对来说比较有钱的年轻人会喜欢的啊。那整个这个车长呢是超过了5.3米啊，那应该是目前比亚迪集团下面仅次于仰望 U7的一个轿车的一个尺寸，所以它的空间呢也会更好一点。但是这次比较可惜，这个车的内饰我们暂时还没办法给它进去啊。据说它的内饰有很多的惊喜，那么留给下次再来拍。咱们再来看一下它这个具体的设计方面啊。首先这个灯组是我比较喜欢的，它整个这个设计跟那个方程 X 是比较接近的，但是它因为没有这个进风口的需求，所以它还是被一块玻璃遮盖了，里面是4个射灯，然后再加上这个比较炫酷的像钻石切割的这个灯组啊，所以你整个看起来就非常的高级。好的，那我们来看一下 SL 的车身侧面啊，这个也是我认为它的精髓所在，因为它侧面非常的流畅啊，整个车长超过5.3米啊，造型也很好看。然后这边确实是有一个出风口的啊，它从这个进风口进来之后，从这个位置出来，但因为它毕竟不是一个跑车，它没有那种下压力的需求，所以说它这个地方呢，更多就是起到一个造型的一个作用啊。然后呢，它整个的轮胎也是我特别想给你讲的啊，这个车的轮胎造型非常好看，它是一种黑色和古铜色拼接在一起的这个轮毂样式，很好看，而且它这个轮胎很宽啊，它是25540R1的尺寸啊。我们再看到后面，它更宽了啊，它是一个27540的一个胎，所以它本身是一个鸳鸯胎。那它在跑一些山路啊，或者需要一些激烈驾驶的时候呢，这种鸳鸯胎它会开起来这个性能会更强一点，并且呢，它是使用到了云辇 M 磁流变啊。那为什么我放在这里来讲，没有放在 X 上讲？其实我想给大家表达一个重点，就是方程的系列的所有的车型，就是刚才我们现在讲现阶段的4个车型啊，全部采用的是云辇 M。那它大概优势在哪儿呢？那我们知道啊，以前是空悬搭配这个 CDC， 那它高度的调节是由空悬决定的，但是 CDC 呢，它本身的这个调节它是由阀门决定的，它的速度还是比较慢一点。但是你变成磁流变之后呢，你整个的调节速度会更快。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你现在在开山路，你现在要有一个过弯的需求，那之前 CDC 给到你的那个速度呢，相对是比较慢的，它有可能是恰到好处，也有可能是稍微慢了一点点。那你整个的这个驾驶的侧倾呀，或者说那种安全感呀，或者甚至可能会出现一点点甩尾的情况。但是现在你变成磁流变之后呢，这个速度要比你之前的 CDC 快了10倍，所以响应更快之后呢，它会给到你更加合适的这个悬架的软硬啊。这个当然因为它速度比较快嘛，所以说如果你突然之间在一个看似比较平稳的道路中突然出现了碎石或者是一些没有那么好的路况的时候，它的调节变软的速度呢也会更快一点。其实从这里你应该就可以看出来啊，方程的旗下所有车型啊，它主打的都是一个性能和操控，所以跟我们以前见过比亚迪的几乎所有车型都不一样了。以前比亚迪的车型是哪怕我造一个性能车型，哪怕我造一个年轻人的车型，我也一定要顾及到大空间啊、更好的舒适度等等。但现在呢，它有点极致的往这个性能方向去走了，这也是我认为方程这个整个系列带给大家最多的一个惊喜。那当然了，我们其他地方也看一下啊，然后辅助驾驶的小蓝灯啊，这个就不多给大家赘述了。然后这边的话也是有一个这种门把手啊，这个咱们见过很多了。它到时候伸进去之后呢，它是有一个微动开关的，它感受到之后会直接弹起。当然它也会有一个纯粹的机械开关，可以让你去开启它啊。然后我们看到车身的尾部，咱说实话啊，整个的前脸侧面我非常喜欢，但这个尾部的灯，我个人持一点保留意见啊。当然我能理解它这个是一个方程豹 logo 的样式，但是我觉得这个灯组放在这里确实显得这个车子跟前面的设计有点格格不入了啊。这个尾灯的设计稍微的比之前要拉了一点，但是你看我们直接如果把镜头给到这边，同样的设计，如果你放在 SL 上面的话，这种类似于像糖葫芦串这种设计，其实我个人觉得就没有特别好看了，显得有点小家子气。然后这边因为也是个断点的设计嘛，当然了，如果你有不同意见，你也可以提出来啊。那这个车的正式上市时间和 S 以及 SGT 呢，都是定在了第3季度，也就是非常非常快了啊，用不了多久就上市了，所以大家真的可以好好期待一下这3款车型。其实之前
前很多人问我说啊，方程豹为什么要跳开自己的舒适圈呢？明明你的硬派越野卖的这么好了，你为什么还要去造轿车呢？给自己增加难度。但是我相信看完今天的视频，大家心里应该是有数了，因为方程豹真的是一个充满着惊喜的品牌，它就是为了造个性化，给你很多年轻人没见过的东西，对吧？那你看轿车可以造成这样，跑车呢可以做成这样。真的是超过了很多人的想象啊，所以我认为这就是方程豹的魅力，也是很多人喜欢方程豹的原因。那本期内容就是这样，关于这2款车型以及剩下2款车型的详细内容，如果你感兴趣的话，都可以点个关注啊，在我的频道后续都会第一时间给大家带来详细的内容解读。我们下期再见，拜拜。